他原先打的主意只是想利用此虫寒气来修炼紫罗天火，但经过坠魔谷一战后，韩立心中倒是有了其他的想法。噬金虫虽然犀利无比，但是飞遁速度明显太慢，恐怕今后真的是陪练成熟，在面对一些遁速奇快无比的敌人，或者在某些场合还是受到限制不小。而六翼双弓之所以能在奇虫榜上占有如此高的位置，除了其可怕的喷吐寒气外，其遁速之快也是所有灵虫中有数的。在两翼阶段，此虫遁速和其他普通灵虫相比并不逊色多少，但是等到再生出一对蝉翼，变成4对翅膀，其遁速更是大增，以远超普通法宝飞遁速度。但是最可怕的是，等到它们进化出第3蝉翼时，其遁速足可以所有灵虫中排进3甲之列，据说可以做到真正的来无影去无踪，可瞬息千里。当然这些描述呢，只是在典籍中记载传言，就是上古时期能进化到6翼的灵虫也是寥寥无几。韩立对此只是半信半疑，不过6翼双弓绝对是一种遁速奇快的上古灵虫，这是一点毫无质疑的。韩立和古魔内战可算是吃了对方鬼魅身法的苦头，自然想到将这6翼双弓也培育到顶级的念头。况且到6翼阶段，此虫喷吐的寒气自然是越发厉害，对他修炼紫罗天火同样大有益处。心中存了这样的想法，韩立自然对这些6翼双弓的幼虫另眼相看。看到这些幼虫对新环境并没有排斥，心中一定，安心了下来。就在他想多观察一下的时候，突然神色一变，向洞府大门处望去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。随后他目光闪了闪，一抖袍袖，一道白光飞射而出，银月俏生生地出现在面前。穆佩玲现在已经在门外，你去将她领到大厅来吧，我正好有些话要与此女说说。是，主人。银月没有多问什么，恭谨答应了一声，就化为一道银光从原地消失不见。韩立将虫事重新封好，不慌不忙地回到大厅去了。片刻后，韩立出现在大厅的主座上，单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，仿佛在沉思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大厅门口脚步声轻轻响起，银月笑盈盈地走进大厅，而多年不见的穆佩玲也跟在其后。此女容颜依旧，不应该说比以前更加艳丽妩媚，原先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少了许多，却多了一种空谷幽兰的出尘之意。参见公子，恭喜公子安然归来和修为大进，得以进阶元婴中期。穆佩玲见到韩立，玉容上出现了笑容。一见我就恭喜我进入元婴中期，看来你已经知道我的消息，你也不必多礼。当年你陪我去了一趟极西之地，路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我2人之间无需太过生分。韩立冲此女微然一笑，然后示意她起身说话。当年和此女在极西之地的3年相处，倒也让2人之间关系拉近了不少，无法说是亲密无间，但总算比以前改善了许多。多谢公子。当年极西之地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有想到才和你一分手，就会在坠魔谷中被困20余年，你能一直守在这里，也算是有心了。佩林身为公子的侍妾，又深受公子大恩，不在这里守候又能去何处？况且我也不相信公子会就此陨落的。没想到你对我还真有几分信心，不过这一次还真是危险之际，差点真就回不来。倒是你虽然有些丹药相助，但修为进境如斯，也算是神速了。不知你对不久后的结丹有几分把握？妾身哪有什么把握？结丹几率原本就是10不足1的，能否结丹也只能看天意了。天意？这可不好说，我倒是能在结丹上再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再加上2、3成的把握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公子不是说的玩笑之言吧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天南还有这等灵药？我手里的灵丹大部分不是天南所产之物，你没有听说过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以你的资质
将这些灵药都服用下去，结丹的概率会接近一半，这也并非什么奇怪之事。韩立神色如常，从容说道。穆佩林和韩立相处至今，知道其从来不会夸大其词，心中倒是有了7、8分的相信，但稍一思量，他有些迟疑起来。公子现在告诉妾身这些事情，莫非还有什么吩咐不成？若有事情，公子不妨明言就是。韩立微微一怔，有些意外，但稍一沉吟，也就不拐弯抹角。你还记得当初收你为妾时的约定吗？当然记得，前辈答应给妾身30年时间用来修炼，在此期间不会取走妾身的元婴之身。算算现在约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在你结丹的关键时刻为难于你。但是在你结丹之前，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要说清楚，然后其中的利害关系你再好好衡量一下。我不希望出现用尽灵药助你结成金丹，但你最后却突然反悔，反而心生怨以乌龙的事情。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希望你结成金丹以后，放弃原先修炼的功法，改修炼一种叫做巅峰培元功的功法。巅峰培元功？这是一种很少见的专门让女子修炼的双修功法。此功法一旦修炼到极深处，就可通过女子的首次合欢，而男女双方在修为上都得到不少的好处。其中修为的增进还是次要，最主要是此功法对于突破瓶颈另有不可思议的奇效。当然我不妨明言，功法是女子来主修，但却是男子得到最多的好处，所以我才会在此之前对你多加弥补，尽量协助你结成金丹。因为我现在修为已经到了元婴中期的境界，巅峰培元功对我冲击元婴后期有用，就需要将此功法修炼到结丹后期才行。你若是答应改修此法，在结丹后我仍然会提供你结丹期的丹药，助你加快修炼。别的不敢说，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省下上百年的苦修时间。当然你若是觉得不合适，韩某也不会勉强。在你这次冲击完结丹期后，无论是否结丹成功，我都会解除你神识中的神禁之术，还你自由，从此你我各不相干。韩立脸上神色不变，口中也是平静异常。穆佩玲听了这番话，大感意外，一时心中紊乱异常，玉容神情阴晴不定起来。修炼巅峰培元功，女修始终要保持处子之身，否则一旦破身，就算是前功尽弃。所以在你未曾结丹后期前，我是不会要你侍寝的，你和我仍然保持这样的关系就可。当然，若是你能真助我进入元婴后期，我可以在这里承诺你，以后必定全力助你凝结元婴。有一名元婴后期修士的尽力相助，你凝结元婴也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。韩立眼眨也不眨，盯着穆佩玲，这话倒不是虚假之言。若韩立修为到了元婴后期，完全可以去搜集8级半妖草去，重新炼制出那对结婴大有助力的9曲灵参灵药。毕竟那时的他9级妖兽对其构不成威胁。穆佩玲低头默然思量了一会儿，才扬起仿若预知的脸孔。公子，这巅峰培元功是否修炼起来特别缓慢，和有什么后患难以根除？没有，此功法除了威力比不上顶级功法之外，甚至修炼起来反倒比普通功法要快上3分。至于后患更是没有，只是在和人斗法之时可能要吃上一些亏的。既然这样，佩玲就一切都听公子安排。我自己的资质自己清楚得很，没有公子相助，这次结丹10有8九就难以成功。至于元婴期，那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你能如此回答，我很高兴。和我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也知道的七七八八了。虽然你的身份只是侍妾，但我对你不会过多苛刻，你尽管放心的准备结丹就是。到时我自会将灵药送去。多谢公子大恩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，佩玲还是明白的，妾身此生就托付给公子了。穆佩玲连忙一礼，脸上露出了果决之色。显然这时候的穆佩玲才真心打算依附于韩立，不再有患得患失的心思。毕竟像韩立这样有不下于3大修士的神通，
对侍妾又如此善待的修士，估计整个天南也找不出第二个。而且此女也很清楚，韩立对她的恩情已然不小，没有先前韩立的丹药提供，别说现在冲击结丹，恐怕还在筑基中期苦苦徘徊。这也让穆佩林没有多加迟疑，就一口答应韩立的条件。韩立坦言之后，二人间的关系仿佛更近了一步。此女在和韩立说话，神色中隐隐透着股亲近。接下来韩立则是和颜悦色指导了一下此女有关结丹的问题。穆佩林自知机会难得，全神贯注听着韩立指点，美目都不眨一下。足足小半日功夫之后，穆佩林才自感收获不小，告辞离去。针对韩立的这些指点，他的确还有很多不足之处，需要提前去准备。韩立也没有多加挽留此女，只是再多叮嘱了2句后，就任凭此女回紫峰去了。银月则将此女送出了洞府。等银月再次回到大厅，韩立仍坐在椅子上，手中却多出了一份玉简，正用神识扫视着里面的内容。这正是记载炼制仿制七焰扇之法。主人，你真的要助此女一直修炼至结丹后期？怎么，有什么不妥？这倒没有，我只是有些奇怪，以主人现在的身份，就是直接收一名结丹期女修做侍妾，也并非什么困难之事，为何一定要对此女下如此大心思？没什么，经过这些年的观察，此女品性倒也不坏，值得花费力气培养。这一次收此女做侍妾，就并非只是想利用她突破瓶颈，而是真想培养出一名得力的助手。以后我长时间闭关修炼，外面就需要一名关系密切的人走动才行。我现在是落云宗的长老，总不能一直不管不问宗门，自顾自修炼吧。婉儿也不是那种爱插手宗门之事的人，估计也不愿意多管此事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此女与我和婉儿不同，不是那种一心追求天道的性情，修炼到了一定阶段，恐怕就再也耐不住寂寞。如此一来，她替我管理一下宗内事务，倒也正好合适。韩立冷静地说出了上面的言语，又顿了顿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还是那巅峰培元功必须要女子心甘情愿的配合才行。若不施予重恩，普通的结丹女修怎会愿意轻易放弃修炼多年的功法，改修其他不知名的法诀？我从筑基期就开始帮她修炼结丹，甚至以后还可能给她凝结元婴的机会，她这才不会有不满之言。就像她说的那样，若没有我出手相助，她很可能此生就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。所以就算我心中存了利用她的念头，而她如今失去了只是一些名分而已，我给她的如此之多，也算是问心无愧了。韩立说完这些话，轻叹了一口气，手中灵光一闪，玉简也随之消失不见。